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打开手机，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添加关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我们的导师会来到直播间，为您的情感困惑答疑解惑，还有机会连麦互动。好了，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2组嘉宾，请开门。首先要疗愈的是本期第1对情感嘉宾，王先生，27岁，来自重庆，自由职业；郭女士，26岁，来自四川，主播。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感情中最大的问题，他天天对我颐指气使的，我现在在他们家就是寄人篱下。他就是个甩手掌柜，我俩完全就是丧偶式婚姻。他太爱乱发脾气了，动不动就臭骂我一顿。他心里面只有他们家，一直把我当外人。希望对方做出的改变。有话好好说，别没事总找别扭，闹离婚。关心关心我和孩子，有点担当，否则就别过了。哟，有宝宝了哈？是的。孩子多大了？5个月了。5个月了已经。哦，才4、5个月。哦，对。那咋就成了丧偶式婚姻了呢？现实问题吧。啊，对。你们就是从认识到现在多长时间了？我们从大学到现在认识有7、8年了吧。哦，校园恋情。然后结婚有1年了。之前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还挺好的。然后当时我们俩是异地恋，他在重庆工作，我在成都上班。是因为我当时怀孕了，然后就紧急的我们俩就讨论了一下要结婚这个事情。但自从我们就是聊起结婚这个事情之后，我感觉他就变了。你家里提出的条件有多过分，你不知道吗？除了18万8的彩礼5金，还有成都1套房，我又不是什么富二代。这个事情也是好商量，我没有说一定要你给这么多，要的是你们家的一个态度问题。然后大半个月了，没有任何消息。当时是我在出差，听到你怀孕的消息，我就跟家里沟通商量了。但是我不能说我当时手上事儿什么都不管了。后来不是还是结了吗？最后谈成了什么样？但结了，那也是因为他们过来，我们让步的呀。啊，让成什么样？我们让步了。本来我们之前说是18万8的彩礼，最后给了12万8的彩礼，我婚房我也没要。然后现在我们俩是租房住。你让步了，我就没让步吗？我家里给彩礼其实已经很尊重你们的风俗习惯了。你真按重庆来说还没有彩礼呢。我尊重那你就找个重庆的结呗。我尊重你们的风俗习惯。你们说有给彩礼有陪嫁，我也没见到陪嫁呀。有没有可能我们那些钱全部都用来支持宝宝的呀？你们家啥也不管啊？你们生完孩子之后是你这边娘家在帮忙带是吧？对，包括我孕期我也一直在娘家。你们俩是生活在哪里？现在在成都。哎，为什么这个男孩说像入赘的？刚才是吧？小标中说像入赘的女婿一样。这个事儿说起来很长，因为结完婚过后，我妈就查出来乳腺癌。我妈那边，我跟我爸得轮流照顾。我说叫他来重庆，但是他不愿意。你不要老拿这种事情来说，你妈妈重要，我不重要吗？你完全没有考虑过我和宝宝。那整个怀孕期间你也是在娘家？对，我在娘家。等于是小伙子是在重庆照顾妈妈。对。这种情况一直到孩子出生吗？一直到我生前最后的1个星期，他才过来。当时是我妈已经做完手术，情况较为稳定了。然后当时她特别不乐意，就是我不过去，她就要闹离婚那种。但是当时我确实也是处于我们公司最忙的那个季度，她还是提出要我照顾她，然后我就辞职了。就如果说儿媳妇怀孕了，你如果不出人，你得出钱吧。他们家又不出人又不出钱，确实陪的次数可能不多，但是我有时间我都是去了的。宝宝生出来是不是应该你妈妈这边就婆婆这边能心情更好一点？没有啊，从怀孕到现在宝宝出生都4个月了，没有打过1个电话啊，也没有给宝宝买过任何1个东西。你觉得这叫关心吗？这叫开心吗？我完全不能理解。你生孩子的那段时间刚好他就放化疗，我们刚哪有精力啊？我们结婚之前他没有查出来生病。而且之前本来我们结婚的时候，就是我公公他爸爸之前跟我们说，给我们准备了2万块钱，说给我，然后我们都结完婚了，我说哎，这笔钱在哪里？我就去问他，然后他回来之后，他直接通知我，就是说这个钱我已经存定期了。我就想说，难道我怀孕，我产检啊，买那些营养品，什么钙片、DHA， 难道是都不用钱吗？我先不说什么，你查出怀孕的时候给你转钱。我后面是不是还给你开通了亲密付，还在你别说那个亲密付了，好不好？
那亲密付就刷了2个月就刷不出来了。你刷少了吗？你还到处请人吃饭？那请人吃饭，那是因为别人帮我们去弄了我们的婚礼呀。不好意思啊，姑娘理解你啊，而且你现在还在哺乳期是吧？哈，对，你理解这个孕期的不愉快。小伙子，妈妈治病也花了不少钱吧？花了几十万。啊，几十万家里的积蓄，同时这个阶段你又结婚，又有一笔开销哈。是。就你现在是全职奶爸，可以这么说吧？现在我在外面上班，然后他在家里照顾起居，只照顾我就行。宝宝他不用负责的，宝宝在我娘家。我前面没带吗？不是因为孩子没来成都吗？那只是因为我月子的时候你才带。那现在等于你就住在成都和妻子一起，但是宝宝是在我的娘家。对，就等于你也不带宝宝。对。也不上班。对。我之前从事的行业哈是制造业，我也去面试过几家。然后也收到了 offer， 但是那几家企业要求的都是我需要长期待在外地，我就没法接受，所以说一直没有去。我现在相当于也是处于一个兼职的状态。那等于家里边现在日常开销，包括宝宝的开销，都是女生就是我负责。然后宝宝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娘家，他们家不出钱的。那你现在没钱，咋过日子呢？前面逼得不行了，最后再用信用卡在维持家里的开销。后面我知道之后，那个信用卡钱也是我给他还的。是你给我还，但是你给我骂成啥样了？咱不说钱的事儿了啊！你现在还是在哺乳期是吗？对。是做什么工作的？我带货主播。那就很辛苦，飞来飞去。对，所以我要到处跑场啊，每天我基本上都在外面，所以我就想要有个人照顾我，比如说我回来肯定有个热饭吃吧。这也理解。对，或者打扫卫生，帮我洗个衣服什么的。就其实我觉得不难做呀，一天24小时，他就在家躺着。而且你也自己不能够太多见到孩子是吧？对啊，那你还哺乳吗？然后我很辛苦，然后我不仅我要出去接通告，然后我要在工作闲暇的时间，我要找个地方躲着吸奶，然后我要回来把奶存着，我还要自己抽时间，我要把母乳送回我的老家，给我的儿子吃。确实辛苦。我想让他帮我，老师你可别说这个送奶的事情，一说我都真的我要冒火了。就有一次。我说我明天早上我要回家，我说你要不要送我？我说东西有点多，我不仅有行李箱，我还有吸奶器，然后我还有2个大的小冰箱，就是母乳不是有那个小冰箱嘛？对，冰箱装。对，我有那个大的小冰箱，我要提2个箱子，然后母乳冻成冰，放那些箱子里面很沉的。太不容易。上面那个就是，然后我之前还有一个黄色的，是2个，我当天拿了2个。你一个人怎么拿这些东西？对啊，就是我就说我一个人拿不下呀，我希望一个男人来帮我。我说你能不能送我？然后他跟我说，太不容易了，我太困了，我想睡觉。你说的？我早上没起得来，早上太早了。你为什么没有？我是一个很迷糊的状态，我都没有意识了。这个话是他后面他说的。不是你快点，我要出门了。我有意识的时候，他已经就摔门出去了。那你头天晚上干什么了？第2天起不来？打游戏。因为我在那个游戏里面，我不管是段位还是技术还算可以。因为当时没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我也想往那个板块发展。因为那个板块收入还是可以。但是你又不说你现在看完，你立刻马上下一秒你就能进入这个行业，能挣到钱呀？因为我经常会送奶，我基本上1个月我要送2次。他在这1个月当中，之前那一次我说你已经困了，我都已经跟他吵过1次了。第2次继续，我晚上吸完奶，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一会儿帮我洗下奶瓶。结果第2天早上起来，那个奶瓶还在那儿原封不动的放着。我确实你是不是听到我起床了，你才从沙发上起来的？我确实头天晚上忘了洗，我第2天是不是4点过就起来要去洗？你看到我拿去洗奶瓶，你是什么反应？你直接推上我动手，差点把我推倒在地。那你自己答应我的事情你不做啊？我当时是不是去做？你去做了，然后呢，我把奶瓶抢过来，我自己洗了，然后他转头去回沙发上又睡了。关于这个事儿，我保留了一段证据，我想让各位老师评评理。还有证据呢？对，因为当时他直接又把我拉黑了，直接自己走了，我找不到他人，我联系不到他。我在群里问他，我保留了一段我们的聊天记录。为什么拉黑我微信？拉黑你心里？哎，群聊啊，这是一个。对，是当时家里的一个小群，就是洗奶瓶的事儿是吧？就是大家照顾宝宝，然后我们会在里面发一些关于宝宝的东西。这是谁呀？你给我介绍一下身份啊！这个瓜豆是我的妹妹，就是我宝宝的小姨。你现在又没上班，她一天又要挤奶又要上班，你一天在屋头还是可以多做一点嘛，你还是要心疼她。洗个奶瓶又不是好辛苦的事情，还说三说四的，还有意见。浩宇，你还是要出来说句话噻，是男人嘛都要出来面对，不要逃避啊！你逃避有啥子用啊？逃避都为洗个奶瓶2个都要吵架，真的是有点过分了，我觉得这个事情。你一天在屋头耍到嘛，多做点洗点奶瓶有啥子嘛？还发脾气，还在这儿不面对，哎，真的是我们没在那儿真的要收拾你。
看到了这个群里边，群聊里头有8个人，对，除了你们小两口，还有6个人是，对，有我小姨，有我爸爸，有我妈妈，还有我的妹妹和我的外公外婆，就全是你们家人。这个群是对，就是为什么建的群？照顾宝宝的。现在不是这个妈妈的身体也相对平稳了，提出过来看看宝宝吗？我前面几天才跟他说过这个事儿。他就不愿意，死活都不愿意。我一提这个，我一提这个事儿，他就要离婚。我怎么可能愿意啊？哎，看也不是，不看也不是。因为在那之前，就是因为这2次送奶的时候，我就觉得有这个男人，每个男人都一样，都是我一个人，我就想跟他离婚了，我已经就不想跟他过了。姑娘啊，我问一下啊，你们家这个宝宝有这么多亲人爱护是吧？照顾陪伴都是你家的亲人，对，全是我娘家的。但是这个公公婆婆那边其实就是他们老两口，基本上他们老两口互相扶持，而且婆婆得的是危及生命的重病，婆婆需不需要有人关爱？其实我妈妈之前也有过关于癌的手术，比她妈妈其实更严重。我觉得你没必要把这个事情一直念在嘴边，就觉得很严重很严重。他还没有结束，关键是还在。但他每次说什么，他就拿这个事情来搪塞我，说我妈妈生病了呀，又怎么样了。我只是问你，就是婆婆需不需要有人床前照料和关心？需要啊，但是我当时也在怀孕啊，我没办法照顾她。是。那你怀孕的时候，一个重症病人得癌症的婆婆，她有没有功夫照顾你？没有。但是他连电话也没有啊！这个咱们再论啊！我是觉得你们俩整体情绪都特别不好，所以今天来的诉求是什么？我就想离婚。我现在就唯一的想法，我觉得这个男人有和没有是一样的，我就想离婚。我觉得这样子，你就离呗，那你来干嘛呀？你确实不需要他，你们家人帮你看宝宝，你自己有工作有收入，那你来干嘛？你直接就把他踢出去，你别让他回来。我就说我要跟他离婚呀，他就不离啊。其实是我提出要来的因为我是这样觉得的，我还是很爱我的小孩。我不希望就是说这个婚姻就无疾而终，我一直想跟他好好沟通，但是他家里人根本包括他不尊重我，不跟我沟通。先听听大家的看法吧，好吧？整个事情里头其实有很多的不凑巧，比如说婆婆的生病，然后因为这个事情呢，她分散了很多的一些注意力，一方面是小生命的到来，一方面是一个老人担心自己也会离开，一方面是他即将作为父亲那一种喜悦，另一方面又会有我可能会失去母亲的惊慌。所以对于您的丈夫来讲，在那个阶段里头，他是悲喜交加的，他所承受的精神压力的确是跟一个孕母是不太一样的。你更多的是在欢欣一个生命的到来，你希望你的丈夫未来孩子的父亲是专注于这一刻的，但是在那个时候他做不到。确实人不到重大事件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判断得出来他会为哪件事情做出一个轻重缓急的选择。对于他来讲，在那个阶段很难，但是也算熬过来了。对于您来讲，很幸运的是整个家庭的支撑也陪您熬过来了。你们熬过来了这一段以后，随着可爱的小宝宝的降临，日子本来应该过好，但在这个时候做出了一个错误的选择，他失去了唯一的优势，一份稳定的工作。你们全家人都看他不顺眼，却忘记了是这场婚姻使他丢掉了一切。因为小伙子的性格，他不是一个可以去跪舔型的男人，心情好他可以对你百依百顺，但是当他一再被围攻和心情不好的时候，他已经没法甜言蜜语了。你们已经把这个人的自尊自爱自信全部碾压掉了。可以离婚，但是他没那么十恶不赦。其实你们俩都有自己很多很多的无奈和苦楚，我非常理解。但是整件事情听完之后，我更心疼这个姑娘。姑娘一直在说钱，但是生活没有钱不行，养育孩子的过程需要钱。她现在是一个母亲，她那么努力的工作，想挣钱，也是为了这个家，为了孩子。她容易吗？哺乳期的女生，她出去工作，然后呢，全家带孩子。我家也是，我妈带孩子瘦了30斤，不容易的。他们家喜欢孩子，喜欢是一回事儿，天天一粥一饭，吃喝拉撒，很辛苦的。我发现您忽略了一个事儿，在您的眼中好像就是全程是他家里还有他在照顾这个孩子，可事实是我在这个孩子出生之前，我就放弃了我的工作，去到他那儿，我每天有一半的时间在照顾孩子。后面不是你也？后面是他家要求我跟着他去成都照顾他。
那他得挣钱呀。还有一点，你们俩现在无论谁在工作，是不是他也是在想创造财富和价值的？你先让谁生孩子呀？你的问题就在这儿。你这种习惯就一直都在说一句你说一句，他说一句你说一句。他说那个洗奶瓶的事儿，你要说叭叭叭叭说很多。你为什么被围攻？你为什么被孤立？你也总结一下，能不能从好好说话开始？我呢不主张你俩就在这个阶段分开，因为小孩还这么小，对于孩子来说这件事儿太残忍，所以我希望你们俩从改变自己的说话方式开始，能不能好好交流？实在没有这个缘分的话，我觉得姑娘你也要有这个勇气和打算。首先我是相当不喜欢您的受害者有罪论，您说要我去想一想，人家为什么讨厌我？小王，我不是打断你啊，我是觉得你没必要和所有人都要去解释争论。我们其实和你都是陌生人，我们去提出一些建议是每个老师个人的观点，供你们参考。你如果是事事都要去回应，都要去解释，甚至去攻击，你的处境会更惨。你的问题最大就出在这儿，你在你就是丈母娘那家人面前你没落好，你在你爸妈面前是不是也不落好啊？你妈心里还有根刺呢。我儿子在我得重病，我生癌症还没痊愈，他辞职，你妈心里也一根刺，你其实有点窝囊。你在关键时刻永远不能站出来挺直腰杆说我就要这么做，你也用没有底线的爱纵容了他给你不停的发脾气，这是你要思考的。告别自己懦弱的状态，挺直腰杆，我就不辞职。你这主播的工作不稳定。二，你学会提供点情绪价值，说说好话会怎么样啊？错了，我太困了，我太贪玩了，我这不对，我改。你如果真能这么说，你以后就真能这么做。我觉得女生你可能就是太多人爱你了，你那个大家族太幸福了，他们都把你当成掌上明珠一样，所以你认为所有人应该围着你转。你有想过你有多幸福吗？你有一个你们相处了7、8年，不逼你结婚，但你一怀孕了他就说行，你要结咱就结，我妈得癌症咱也好好生这个宝宝。你有一个其实捧你在手心里的老公，他为你辞掉稳定的工作，他为你离开重病的妈妈。我认为你应该去好好思考一下，你只要懂得感恩体贴别人，然后知道我身边的人他们用他们的角度去思考，你是可以过得很幸福，因为太多人爱你了，包括你丈夫也很爱你，未来还有很好的日子要去奔的，不要天天较劲啊。不能共患难的夫妻不离等什么？你们俩没结婚的时候在一块玩，玩得好开心哦，一结婚该共同度过难关了。你的那位婆婆重病啊，你得过来陪我，你得给我伺候月子。你这老公啊，这个小王还真有共患难的意识，能把自己亲妈扔给自己亲爹，咣当一下把工作辞了，我来给您伺候月子来。哎，他算跟你共患难了吗？算吧。注意，你也就是个算吧。小郭，你是个能共患难的女人吗？你要真是的话，你去照顾你妈，那是我婆婆，你替我跟她说一声对不住啊，我这儿怀着宝宝，我没法老去医院。但是老公你去，你把她照顾好，我回我爸我妈那儿，你放心，回来的时候大胖小子，这是不是叫共患难？你干了什么？先分开吧，你先回去照顾一下亲妈，你也让你爹歇会儿。你在这头是一家子攻击你一个，要么你服了，你怂了，以后在这家人面前你永远抬不起头。所以你先回去，咱们爱那个爱你的人，然后你重新找着自我，而且你也对你老婆孩子有点价值，咱再回来。如果人还要咱们，是不是？我不是劝他离开你啊，你现在这个状态，要么你丈夫有一天翻了脸了，反正我也不是个好人，我怎么做都不是好人，我在你这儿就不当好人了。你爱跟谁不满跟谁不满也走了，那也是一个结局。或者就是有一天你发现他特别乖，你们家任何人都能过来骂他两句，到那天你给你孩子要这么一爹吗？不要。所以现在你们两个分开，让他离开你的家，对你只有好处。你现在先解决什么问题？你应该先去挣钱，打你辞职的那个决定做出之后就是错了。以后步步都是错。
你在那个群里头，在他们家那个群里头，我通过一个细节就能看出来啊。你如果再忍，我知道你为什么，谁说你就怼谁。你在那个家庭氛围里多么压抑，你不睡懒觉谁睡？你不打游戏逃避现实谁逃避？但是我们可以逃得了这个现实一时，但我们永远逃避不了这个后果呀。你的媳妇儿坐着高铁，运着那个行李去照看你的孩子，你这个愧疚感你没有吗？你想为这个家出力，但是你又被所有人不认可，你也纠结得很呐。所以破局之道就是出去挣钱，然后走出那个群，走出那个小家。你的孩子不缺人照顾，他缺的是一个自己有智慧的母亲和一个有力量的爸爸。你们得培养这个。年轻的夫妻啊，新生的宝宝，未来生活该怎样继续？你们好好思考一下，好吧？来，请两组嘉宾交换位置。本期第二对情感嘉宾，小周，25岁，来自河南，销售；小吕，24岁，来自河南，客服。那么，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就是大男子主义，斤斤计较，还特别小心眼儿。他就是没有公主命，还一身公主病，控制欲特别强。感情中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备婚前后两副面孔，他还处处算计。看不到我的付出，总拿分手威胁我。希望对方如何改进？别总敷衍我，把彩礼的承诺兑现，对我像以前一样好。别总恃宠而骄，多在乎一下我的感受，尊重我的父母。备婚状态了。是的。我们现在开始从日常生活中到备婚，他现在处处计较，而且还算计我。我们在一起6年多了，一开始他对我特别的大方，到现在我俩出去约会干什么的，甚至连一杯奶茶钱都不付，都让我去掏。那是因为我之前赚得多，自然给他花的也就多，根本就不是挣得多挣得少的问题。他每次有钱了发工资了，他就找他兄弟出去喝酒，一喝就是1个礼拜，等没钱了才回来。啥意思？哪有1个礼拜呀？1个星期最多也就去个2、3次。谁花钱喝酒啊？谁请客啊？我们出去喝酒就是 AA 制的，那你得花多少钱？AA 制1个人也就不到100块呀。奶茶一杯多少钱？奶茶一杯10来块呀。那你有钱喝100块的酒，没钱买10块的奶茶？因为刚巧不巧那一次，我跟他那天出去在外面约会，月底了，手里钱也确实花完了，而且上个月的工资还没有发。从什么时候他开始变得斤斤计较，不给你花钱，甚至算计你？备婚之后。因为之前我们聊过订婚的事情，当时闹得就不是很愉快。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刚在一起的时候，水电房租我们俩是分摊的，现在房租水电费全都是落在我一个人头上。那还不是因为给他买了个手机吗？那个最新款的苹果手机就要1万多，当时我说就买，怎么就不能买个4、5千的手机吗？一样用。他不行，他非要，那最后我也是自己没办法，我就分期贷款给他买了个手机。后面还的贷款，我的压力就很大。水电费呢，我就没有交，想让他帮我分担一下压力。他就说我在斤斤计较。他当时手机分期，后面的钱不都是我去还的吗？我又没让你还呀，是你自己要还的，而且还的最后就没剩多少了。订婚的时候，我跟他说过了，彩礼要12万8，但他们家只给我6万块钱。我家已经全款的去买了一个房子了，现在正在装修。谁的名下来着？在我的名下。哦，你的房子。就是婚前个人财产，和他也没什么关系，也跟他没什么关系。如果说他家里不要求房子的话，我甚至给20万都可以。不是，那房子是你的，和他没关系。对呀，我可以不买，我家里有房子，但是他家的要求。那你跟他要20万，20万彩礼法律上是你的。但是房子现在已经买了，而且就像他说的，他说他要12万8，就不可能他说多少就多少，也不可能说我家给多少就给多少，这个东西都是双方父母2个人商量的。那商量了多少？我说给了10万吧。哦，他家又不愿意，他说我父母在讨价还价。在我们那边哪有给10万块钱的彩礼了？而且我们家说了12万8，多2万8，少2万8，你们不是给得起吗？你们就是单纯的不想给。所以我就说，我哪怕我给你打个欠条，以后我再给你补上，别再拿这个事儿来为难我的父母了。我父母干一辈子攒点钱不容易。这确实也是。对，他就说我小气、斤斤计较，还拿分手来威胁我。现在装修是不是还需要钱呀？还需要钱，也是你们家出是吧？也是我家出的。哎，那女方就如果谈结婚的话，有什么陪嫁的要求吗？人家家里都出陪嫁，他家里就没有。说到陪嫁了，我就更生气了。他既然想让我们家在2家见面的时候就把我的陪嫁列清楚，而且装修他们家全部都没有跟我商量过。他带他父母去看他们喜欢的风格，是新中式的，老年人喜欢的，就是他们家的房。对，但这房子是我们2个人住，
应该按照我们2个人要求来。那是我父母掏钱装修的房子，我都没好意思说什么，他怎么好意思说出这些来的？你爸妈也是这个意思是吧？我们装修房子你就别参与了。是。哦呦，其实我们前期采访了父母啊，听一下。我觉得他俩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分开了，怪可惜的。说白了，俺做父母的也希望他俩能好好的。天天要12万8的彩礼也不过分。俺们当时也是好心办了坏事，人家也没有说要房子呀，是俺想着啥都给恁置办好。恁也少点顾虑，踏踏实实过日子，包括现在装房子、买家具，也都是听他们的，按他们喜欢的来。我跟他爸也都希望俩孩子好，能好好的。俺现在能帮啥就帮啥。妈妈还是挺朴实的说话，但是说这个房子是怎么回事啊？不是你说的那样啊？装修是我选的吗？到底怎么回事啊？你不是说那是你妈喜欢的吗？你合着你在中间两头骗是吗？到底怎么回事啊？因为我是真的不想再看到我父母在为咱们装修的事情继续到处借钱了，而且要父母他们装修这种方式的话，要比他说的什么黑白灰要省钱的多，省下来的钱都可以花在后面的办酒席的和婚礼上面了呀。所以其实你父母是以为是你们喜欢的。对，根本就不是的。然后女孩以为那是你爸妈执意的，不尊重她，其实都是你个人的想法。是因为我家里手里钱真的不太多了，后面还要花钱。没钱了跟自己未婚妻说，能做到吗？他做不到，他就是愚孝。这跟孝没关系，他骗的是你。如果说一个女人你在她面前你都不敢跟她说我没钱了，这个女人你娶不娶？如果一个男人明明没钱了，还在你面前说，这是我父母定的，他骗你，这个男人还能不能嫁？你们二位琢磨。而且给父母省钱，他喜欢的黑白灰你也可以便宜一点，也依然能装嘛。但是事实上，你就是为了让自己高兴，所以两头哄。哎，姑娘，你们俩谈了6年，以前交流顺畅吗？就是你们俩会贴心的那种沟通吗？刚在一起的时候都是好好的啊，就这几个月中一直在争吵，而且前几天他还把我撵出去了，让我滚出去，别在家里面待着了啊！当时我比较生气，然后脑子一热，我拿着手机，我连钥匙都忘记带了，我直接下楼了跑出去。结果我想想不对，房子也是我租的，然后水电费我也出了，凭什么他让我滚我就滚？然后我就上楼了，我就敲门，结果还在家里面，我敲了半个多小时，让他开门，他都不带开的。天气又这么冷，我就在外面待了半个多小时。他就这么忍心，后来我还报警了这个事情。你咋回事啊？把人就轰出去了。其实那天吵架，我并没有赶他走的意思，是他自己跑出去了。他自己在外面玩好了，玩够了，回到家又是捶门的，又是敲门的。我当时在气头上，我肯定不会让他开门的。当时警察来了，他还不情不愿的开门，而且调解了很多。然后进去了，第一句话就是说，因为这点破事你还把警察招来了。换在以前，他都会跟我讲说，你在外面确实我不应该跟你在外面晾了这么长时间。大家进来了之后，我俩谁都没有说话，就说完了之后，他就直接把门摔了，回房间了。多大的事儿？为什么呀？就是当时说这个装修的事情，就因为说装修的事情，他一定，因为他说他一定要装成他喜欢那个样子。哎，你俩就是在一起共同这个租住多长时间了？从在一起的第1年就住一起了，那也5年了。对，就一直都是什么房租共摊、水电共摊吗？对。都是在一起的，就是这几个月他不付了，他家务活也是的。我们俩刚在一起的时候感情特别好，他还送了我一只猫，猫粮啊、水啊，包括弄的每天的粪便，他去弄的，都不需要我操心。然后到现在了，别说猫的东西了，家里面的大小的事儿，他全部都不做。那是因为之前刚在一起的时候，说是一人1天打扫，恨不得全丢给我了。全是我一个人在干，所以现在你就撂挑子全不干了。我肯定的，我就撂挑子，我就生气了，我就不伺候了。他就想让我把这些东西都做了，给他付出劳动力，然后给他的彩礼钱，他觉得他彩礼钱给多了啊。你觉得根儿还是从这儿来的？就是的。我错就错在我之前对他太好了，他就是没有公主命，还一身公主病的。哦哟，你以前对他怎么好了？你给我说我听听。能赚钱的时候，给他买金项链、金戒指，眼睛都不眨的呀，说给他买就给他买，而且他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经常3更半夜就说喊自己肚子饿了，叫我起来给他做饭吃，不给他做饭他就说我不爱他了。就以前还是对他挺宠溺的哈。我以前很宠他，对他非常好。他平时中午回来都想要午休，然后呢我中午回来吧，我不是很困，我就说我想看会儿手机，不行，看手机会打扰我休息。我说那我把手机静音行不行？哎，不行，你把手机静音的话，你敲手机有屏幕也有声音。
就硬把我手机抢走，让我陪他一起在这睡。我躺旁边，我干瞪着眼，从来不会顾虑我的感受。他那哪是不睡觉啊，哪是静音啊？每次不睡觉的时候还边抽烟，一抽烟打火机的声音，而且有时候还放声音，哪像他说的就完全静音啊？那你俩还一起，比如出去玩啊什么的，这些有吗？也会出去玩。这生气吗？但是现在出去玩，可能每次就想让他多花点钱嘛。我就是现在我挣的少了，我就花的少。哎，你怎么老说自己挣的少啊？他收入现在降低了，但是他总有发工资的时候吧，而且工资现在也不低啊，3000多块钱，完全够了我们俩出去约会的钱了。他就是把那些钱用来出去喝酒玩了。今天来是谁要求来的？是我们俩都想来的。那姑娘，你先说你来的诉求是什么？我想的就是，如果能和好的话，因为在一起，我确实很重感情，我们俩在一起6年多了，而且刚在一起的时候就对我很好，就只有说结婚的事情，他突然开始变了，开始自己报复我了。你希望他回到从前，对，只要不敷衍我，好好对我，像以前一样对我就行了。你觉得如果他能够回归一些原来的状态，你愿意自己也调整一下吗？比如说家务别都他做，咱1人1天也可以。男生，你的诉求呢？如果说他还向着他家里这样去说话的话，如果说他是一直想吸我父母的血，哇塞，我就觉得没有在一起必要了。房是你的，他没吸着你父母的血呀！哎呦，但是他在婚礼上处处不让啊。他是生怕多了个人跟他一起吸他父母的血，他要做那只毒蚊子。你都把这个戳破了，还不装啊？听听老师们的建议吧啊！小伙子今年年纪是25。对，25岁。你在跟他谈恋爱谈了6年，谈了6年，所以你从19岁开始谈，在恋爱初期对他很大方，钱从哪儿来的呀？钱我自己赚的。少来。谈恋爱的时候跟自己的父母讲，我谈恋爱了，女孩还不错，父母不贴点儿，父母给你的生活费不高点儿。父母也给一些。所以女孩啊，你一直是在被老人满足着高消费，你以为这些都是男孩给的，但事实上是男孩以谈恋爱为理由，让自己的父母出点血，出点血，再出点血，贴补点，贴补点，再贴补点。他是借你的福，他也吃上了肉，同时还有享受了你，你却以为是男朋友有本事让你过上好日子的吗？你男朋友的本事就是现在的3000多的工资。你男朋友的父母因为忙着出钱在装房子买房子，所以不能够贴给他每个月哄女朋友谈恋爱的钱了，男朋友自然没有钱带着你玩了。为什么他对吸血这件事情这么样的反感？因为每一个人都讨厌跟自己有相似缺点的人。他爸妈就那点血，他吸了，爸妈就已经快没了，你再扑上来吸，能让你吸吗？这个男孩是不能嫁的哈。他的眼里头只有他，你所以为的6年里头他对我好过，列举下来只有花着父母的钱给你的高消费。反正如果是我的女儿，我会劝你赶快走，分手，别留念。男生，你的人品相当之差，你几头骗，在你的心里，我感觉没有任何一个人是让你真心相待的。在你身上，这个所谓的这个亲情、爱情，好像都并不重要。反正没有一句话是真诚的。女生赶紧走吧。哎，姑娘，我想问一下，就我们其实今天一听你们这个事儿，大家可能都会有相对部分一致的看法。你自己没有感觉吗？6年了哎，他之前不是这样的，他为什么会突然有这样的变化？你觉得？我感觉就是因为当时我们说订婚的事情，因为这个彩礼的问题。为什么因为彩礼他就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因为他可能觉得我们俩谈这么多年了，然后呢，这个彩礼多少钱可以商量着来，但我们家就想要这12万8，他就觉得不想给。他其实舍不得拿这么多钱去办这个彩礼，那他为什么会舍不得呢？我感觉他这个有可能是我对他也不够好，或者说，哎呦我的天呀！天，你这6年，我跟你讲，如果我推测的没错的话，你一直被他洗脑，一直被他跟你说我对你多么的好。不见得他这6年真的对你好，是他一直说，哎呀，你看我对你多好，我多在乎你，我多努力。一个人爱一个人怎么去表现呢？不是给没给他钱，也不是陪没陪他，而是他是不是拿出来自己认为最宝贵的东西跟你分享。所以你们如果能分手，我希望你们分开啊。你如果跟他分开了，你再进入下一段关系的时候，你一定要搞清楚对方有没有把珍贵的东西给你，你一定要搞清楚这个人是不是真的爱你，还是利用你，还是只是把你当成无聊时候的一个陪伴。
你才能真正拥有两个人彼此惺惺相惜、彼此关爱的一个健康的、彼此滋养的关系。否则你下一段还这样，这段关系我觉得你一直判断有误，根本不是备婚这段时间出现的问题，从头到尾就有问题，你不自知。男生，我觉得你的父母是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最无条件支持的你的人。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多考虑一下老两口，孝顺一下他们啊。所谓的吸血，你别让别人吸你父母的血，你自己也别吸他们的血，好吗？这房子写在你名下的是吗？是的。啊，请你看护好你们家最珍贵的财产啊，你自己别给它浪费了。我觉得老师啊，现在就是说，我觉得现在社会是男女平等的社会。我不是说家里给不了他10万块钱彩礼，而是说是他们家都没有什么陪嫁。甚至有一些家庭是女方全包你来就行，有这样的家庭，有这样的女孩，你去找那种。你现在这句话暴露出来的就是，你希望自己在吸自己父母血的时候，女孩能够给你展露一下，她能从她父母那儿吸多少，2只蚊子一起统计，我们有多少血供我们可以挥霍。但是当他不能提供，他父母那边会提供什么的时候，你就觉得你吃亏了。这就是你执意的男女平等，你不是真的在平等，你是要平等的吸两边老人的血。小吕啊，你觉得你适合现在就结婚嫁人吗？我觉得我现在适合结婚。一个远超自己消费能力，贷款也要买1万多的手机，满足虚荣心的人，能把日子过好。我觉得他如果可以买的话，我觉得已经买了呀，不买日子过不好啊。那可以他提高他自己的生活能力来给我买这个手机。所以谁娶了你就娶到了一个持久的鞭策呀。你觉得你适合结婚吗？我觉得我适合结婚。好嘞，那就嫁。反正该说的不该说的我都说了，2位百年好合。所以为什么能跟你6年？因为你也就只图人家对你好，就叫给你花钱，你的眼光只有这么多。吸血这个才攻击性很强，但这只是表面。我为什么要攻击你？是因为我觉得我被你伤害，他在防御、防守、反击。你知道是什么伤痛了他吗？他就觉得我现在让他花钱了。你总是让他花钱要手机，然后彩礼是1分不能让，就谈的余地都没有。彩礼是什么呢？彩礼其实更是我们要看对方的态度。那难道我们在看对方态度的时候，对方不在看咱们态度吗？同样是。但如果我这么坚决的说不行，1分都不能少，你觉得对方会怎么想？说句实话，我不认为这个孩子小男生你在有意的去转移你父母的资产，利用婚姻。但是只有当被逼到了角落里面，我发现这个男生有一个很大的特点，高自尊心。可惜他现在的真正的条件配不上他那个高自尊心。他可能在过去你们相处之间，他过分的物化了你们之间的感情，给你一种错觉，他很有钱，他花钱就代表着爱。一旦他的经济能力支撑不了你所理解的这种爱了，如果此时你再说你不爱我了，不给我这个彩礼钱，你就是不爱我，他就会开始，他的自尊心被刺痛了，他就开始反击了，他就开始不付出了。他说哦，原来我们之间的爱只是用钱来衡量，难道是他出的错吗？所以雷老师问，适合结婚吗？结婚是物质条件在一起堆砌起来就可以结婚了吗？是能够用物质条件用彩礼就能衡量的吗？所以如果是的话，那你就逼着这个男孩撒谎，因为他很强的自尊，他不想被刺痛，因为他已经受伤了。好，带着老师们的建议啊，你们2组年轻的情侣也好，夫妻也好，做一个思考，看看你们最终选择会是怎样。来，我们请大家回到我们的门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登录优酷视频和腾讯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添加关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呢，我们导师会来到直播间，为您的情感困惑来答疑解惑，同时还有机会连麦互动。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呢，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啊，在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的公众号视频号，记得啊，我们报名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小心上当受骗。好，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组夫妻啊，他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请开门。手拉手出来了，我这要出来的哈。哎呀，
这两个人笑起来都很好看嘛。终于笑了，姑娘，真的是笑起来都很好看，女孩漂亮，男生帅的啊。是的，笑眯眯出来，应该还是有心里话说的吧。我觉得我还是得改改我的性格，确实，我觉得老师说的很有道理。咱不说性格，说具体的事儿，就是从沟通上面吧，我肯定不会再这样咄咄逼人了。那能不能你们俩抱着孩子去看看公婆，看看爷爷奶奶呀？可以。哎呦，你转变真快，这得掌声鼓励一下，我觉得真的啊，咱都应该带着孩子去看看。来，小伙子说两句。我感觉确实，刚刚各位老师说的很对，我感觉除了自己把我该坚持的东西放弃了，比如说工作，还是说自己在面对他们家庭时的一些态度，我自己把这些放弃了过后，其实自己就处于了一个弱势的地方。然后他们有不满的地方也是人之常情，我其实对孩子能付出的也变少了。你不用说那么多，你特别爱解释，你就说我以后努力好好找个工作，好好赚钱，爱老婆孩子就够了。多做少说。哎，好吧，说点甜言蜜语有情绪价值的话，少说点解释啊、回应、攻击这些话，好吧？好好说话，你俩肯定能挺好的。一起俩拥抱吧，好好抱抱。好，请亮灯吧。你看你太太还是笑得很甜蜜的，你老公给你的拥抱还是挺甜的吧？多想想美好啊，加油吧！拜拜。拜拜。这对儿出来我高兴，这对儿要出来我会哭。会出来吗？你们觉得？不会吧？应该不会吧？我有点担心。我觉得这个男生太有问题了。女生也有不少问题啊，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日子总是自己过的啊。来，请开门。哟，可以啊，听懂了，太好了。哎，今天你看一对出来，一对离开，其实都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结果啊。但无论怎样的路，都是年轻人自己要走的。希望他们能够经过一个又一个的小小的坎坷风波，甚至是大风大浪，最终都找到属于自己和爱的人的幸福。祝福所有的有情人。感谢老师们的分享，我们下期节目再会。